如何在静态状态下设置你的预载、回弹和压缩。在设置之前呢，我们先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调整的顺序很重要。那顺序是什么呢？先预载，后回弹，最后才是压缩。为了弄清这个逻辑，我们来简单说一下预载是什么。首先，预载就是我们车辆调整的旋钮，比如说前避震一般是套筒，拧一个大一点的螺母，通过调整这个螺母，让避震器里边这个弹簧被压缩。预载拧的越多，那么弹簧压缩的就越多。注意，这是在静态状态下啊，所以我们的预载是直接作用在弹簧上，使得弹簧被压缩或者放松。比如你逆时针拧的时候就是放松，顺时针拧就是压缩弹簧。而变了形的弹簧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弹簧的力。就叫弹簧力。当我们预载拧的越多，弹簧被压缩的越多，那么产生的这个弹簧力也就越大。而弹簧的力量变化之后，弹簧自己本身是要回来的，因为它被压，它也要回来，它有这个欲望。回来的过程中需要阻尼，也就是回弹，来控制回弹的速度，不可以过快。过快的话，我们骑行的感受会非常差。在弹簧想回弹的这个时候，由流经避震器的阀片的小孔产生阻力，在阻力的作用下，弹簧回弹的这个速度变成可控，于是我们就可以控制弹簧回弹时速度的快与慢。反之，在压缩的过程中，如果我也想控制它压缩的速度的话，于是就有了压缩阻尼的需求。所以预载的调节永远排在第一位，因为它直接作用在弹簧上。同时又因为避震器的结构有些是单筒式，有些是复筒式的，这里不延展开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因为避震器结构的问题和油的流经路径的问题，我们的回弹阻尼拧的越多，也同步影响压缩阻尼。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增大回弹阻尼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个车往下压的时候变硬了，这就是最直接的回弹阻尼影响压缩。我们调节顺序一定是预载、回弹、压缩这个顺序。为了更好的理解预载如何施加在弹簧上，让它产生相应的力，我们来画一个图表。